你22岁毕业入仕，24岁就做了县长秘书，28岁县长下马，你被发配下乡当副乡长。临行前一晚深夜，你开着车最后看一眼繁华的市中心，却意外被一个醉酒的女人拦车，直接坐进后座。她开口气息不稳，断断续续说送她去医院。你心情本就不好，一时没听清她要去医院还是去旅馆，回过头要赶她下车，却看见了血脉喷张的一幕。只见她双手胡乱撕拉，没一会儿这后座就不可描述了。你一秒都没犹豫，车子迅速冲向了最近的旅馆。第二天你留下500块和7个套潇洒下乡。殊不知你昨晚遇见的是新上任的女县长。1个小时后，你开着自己的破桑塔纳来到了土家沟乡政府门口任职副乡长。众人看到您的到来，亲切地迎了上来。林乡长舟车劳顿，辛苦了，我们先吃饭，中午一定要多喝几杯，尝尝我们土家沟的特色。党委书记赵建喜仿佛看到失散多年的亲人一样，极为热情地领着你就往食堂走。林乡长年纪轻轻就已经副科，还当了乡长，真是后生可畏啊。乡长钱松明也是颇为热情，这热情的态度让你怀疑自己不是被发配来的，而是过来视察工作了。要知道赵建喜跟钱松明可是都是县委书记马邦国那条线上的人，跟自己的老领导完全不对付。没一会，众人坐在酒桌上已经几杯下肚。林乡长能来我们土家沟，是土家沟3万多人的荣幸。来，林乡长，我敬你一个，以后我们都是一个站好礼的同志，我还要重用你，给你压担子，你可不能给我撂摊子哦。身为党委书记的赵建喜居然主动端起酒杯要敬林峰。赵书记，你这是折杀我啊，怎么能让您敬我呢？您别动，要敬也是我来敬你。以后在赵书记的带领下，我们土家沟一定会越来越好。来，赵书记，我喝3个，您随意。你表现的诚惶诚恐，将姿态放得极低，不容分说的一口气连喝3杯白酒，那种1杯1两的口中下去就是3两，喝完后表现出一副极为难受的样子。当然这也是装的，好好酒量，酒过3巡，菜过5味，假装喝多了的你手拿酒杯还在嚷嚷着干杯。赵建喜与钱松明对视一眼，互相点点头。只见钱松明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份文件，上面写着土家沟乡镇道路修复专款专项拨付资金申请书。林乡长，刚才赵书记可给你说了，要给你身上压担子。现如今我们土家沟乡政府有2个修路工程，县里申报已经批了，只需要乡里在申请书上签个字，工程就可以开了。我跟赵书记经过乡党委研究决定，让林乡长你来负责这2个工程，怎么样？他们搂着你的肩膀笑呵呵地说道，都知道政府的工程有水的，哪怕是乡政府的工程，只要能参与进去，随便捞个10几万不是问题。假装喝醉的你是不相信自己刚来，2人就将这种油水丰厚的工程交给自己。而且钱松明话说着好听，但仔细琢磨全是坑。既然县政府申报已经批了，那乡里还签什么申请书？除非是前不久省政府下发的村村通公路的政策，这个政策是省政府下拨100亿资金作为专项专款，给全省还没有通公路的农村修路用的，而且制度极其严格，申请的每笔资金必须责任到个人，责任到每条路。工程完工后，申请人还必须上报县里跟市里，再由省里下来验收小组来检查，但凡发现路况质量与申请资金相差太多，直接双规加刑事处罚。土家沟身处山里，路况极差，乡政府没钱修路，省里的政策是很适合土家沟的，但这个字你不能签也不敢签，怪不得对自己这么热情，原来想趁自己喝多后稀里糊涂的签字，然后替他们背锅，到时候他们拿着钱去潇洒，然后让自己进去。你来这个土家沟是混吃等死，不是想去牢里遭罪的。林乡长，只要你签了这个字，你就是土家沟乡3万多人口的大恩人。路修通后，这也算你在土家沟的政绩。我跟赵书记下届就退休了，我们俩会全力扶持你做党委书记，你还年轻，迟早有一天会回县里的，到时候要么是副县长，要么是县个大局，一把手风光无限啊。见你迟迟不说话，钱松明口吐莲花的画着各种各样的大饼，我能做党委书记，还能回县里做局长。你假装被刺激到了，看向钱松明的眼神里充满了激动，只要你签个字，我保你能做。钱松明见你被画的大饼给动摇，心中松了一口气。钱乡长，我决定了，以后你跟赵书记就是我的好领导，现在只有你们还认为我能做局长，只有你们还在相信我。我今天特高兴，因为我有新的靠山了。胡言乱语的你抱着钱松明感激涕零的说着，完后还打个令人嫌弃的酒嗝。赵建喜已经有些不耐烦了，使着眼色让钱松明抓点紧，好，以后我跟赵书记就是你的靠山，先把字签了。钱松明耐着性子把中性笔放到你手里，嘴里不停的催促着，好，我签，难得钱乡长这么看得起我，刚来就让我负责修路工程，工程完工后收益平分，以后在土家沟就靠2位领导带我吃香喝辣。你表演的像小人得志一样，拿着笔就快速的在文件上签字，只不过签完字后，钱松明跟赵建喜傻眼了，更是一股怒火从脚底板奔流到头顶。只见文件右下角本该写署名的地方，被你歪歪扭扭的写下我准了3个字。你准了？你特么是谁啊？你说准就准了？看着这3个字，赵建喜与钱松明2人眼神极为冰冷。你很合时宜的趴在桌子上呼呼大睡起来，让2人看不清这是真醉了还是装醉胡写的。赵书记怎么办？要不找个人抓着他的手替他签个字吧？钱松明有些怒气的寒声道，刚才自己可是放下姿态说了半天，难道都是废话吗？不行，这次的政策审查极为严格，到时候一查笔记就查出来了，让陶红来办吧，我还就不信了，一个毛头小子还对付不了你。赵建喜阴冷的看了眼趴在桌子上睡着的林峰，丢下一句话，冷冰冰的走了。陶红把林乡长扶到宿舍去休息。钱松明走出包间，大喊一声后，一个穿着旗袍的风韵女人走了过来。林乡长初来乍到，水土不服的碗，上你可要寸步不离的照顾好。看到陶红走了过来，钱乡长不置可否的笑了下，对其吩咐道，乡长
长您就放心吧，服务领导是我的职责。陶虹恭敬地回应一声，便往包间里面走去。在陶虹与几个工作人员的帮助下，成功地将你送到宿舍床上。土家沟乡政府宿舍黑布隆冬的伸手不见五指，你耳边隐约听到一阵阵口水吞咽的声音，随后便感觉到身体传来一股温暖的舒适感。什么人？你在干什么？当你打开手电筒后，发现自己此刻衣不蔽体，而且那个叫陶虹的女人正跪趴在你身前。林乡长，你醒了，我是乡政府接待处的，我叫陶虹，主要是为领导服务的。看得出来，他对自己很有自信。听听我不算什么领导，也不用你的服务。你一把推开陶虹，率先下床，将灯打开，这才看清陶虹的长相算不上顶级美女，但长得也颇有韵味。林乡长，是我不够漂亮吗？请你出去。你头也不回地向门口走去。林乡长，对不起。低着头的陶虹语气有些哽咽，说完便抹着眼泪小跑着离开乡政府大院。目的不纯，我还没哭，你倒先哭上了。看着陶虹的背影，你没有丝毫怜香惜玉的觉悟，心里还不乐意地吐槽了一句：晚上的乡镇街道出奇的安静，更何况这种偏远地区，不到10点，整条大街店铺全部关门。毫无睡意的你便在街道上溜达了起来，一念天堂，一念地狱。上个月你还是县个大局一把手的座上宾，再就沦落到在这山沟无人问津，这就是官场杀人从不见血的名利场。汪！不知道走了多久的你，听到狗叫声并没有当回事。农村好多家都养狗，可紧随其后的听到小孩大哭的惨叫声，你脚步加快的跟着狗叫声跑了过去，看到一个4、5岁的小男孩，衣服破破烂烂，浑身脏兮兮的坐在地上，往嘴里不停的塞着给狗吃的剩菜剩饭。被绑在门口的恶狗看到自己吃饭的家伙被抢走，拖曳着绳子疯狂狗叫。你没想到在这个物质充沛的时代下，还能出现跟狗抢饭吃的画面。咯吱一声轻响，狗主人打开门走了出来，没有丝毫犹豫的一脚将小孩手中的狗食盆踢飞。没吃的就找你妈去，天天来我这抢旺财的饭，有人生没人养的东西。狗主人怒骂完，再一脚将小孩踹飞。你看不下去，住手！你还是个人吗？连小孩都打。你跑过去将嚎啕大哭的小孩扶起来，看着孩子右胳膊被狗咬的牙印，再渗着血为残忍。你谁啊？少管闲事啊！这杂种抢我家狗食，你看不到吗？狗主人见你面生，便知道不是乡里的人，所以语气梆硬。就在你打算说自己是新来的副乡长时，不远处跑过来一个人影。小卓。跑过来的人影大声呼喊着，小孩从你怀里挣脱出来，跑向那个人影，边跑边哭兮兮的喊着：妈，大晚上的你乱跑什么？你知道妈妈有多着急吗？让你瞎跑，让你再胡跑。女人看到自己儿子后悬着心放下了，但紧接着将孩子放在自己膝盖上，就开始打屁股了。妈，我等不到你回家，我饿。小孩奶声奶气的回应一声，让女人停下教训的动作，抱着儿子哭了起来。对不起，是妈不好，妈该早点回家的。女人没有找狗主人说理的意思，抱着孩子就要离开。妈，那边还有个叔叔刚才帮我了。女人这才从夜色中朦胧的看人影，便朝你走了过来。当看到你时，女人浑身哆嗦一下，惊讶的啊了一声：林乡长，你怎么在这？陶虹有些不敢相信的看着眼前的你，尤其想到几10分钟前自己还要给你服务，睡不着出来溜达，会这是你儿子吗？你摸摸虎头虎脑的孩子，刻意语气缓和的问了句废话：是我儿子。陶虹不知该怎么面对你，低着头小声回应着：孩子刚才被狗咬了一口，我送你们去县里医院打个疫苗吧。你看着还在渗血的伤口出声提议着：不用。陶虹果断的摇头拒绝。你以为他怕花钱所以接着出口的？一切费用我出，疫苗得赶紧打，不然容易得狂犬症。那也不用谢谢你的好意了。陶虹仿佛变了个人一样，语气异常的坚决。那我去县防疫站接个医生过来吧，这么小得了狂犬症总是不好的。你眉头都皱起来了，这女人怎么对自己儿子这么不上心呢？凭借自己之前的人脉关系，去县城接个医生过来不是什么难事。不行，你也不准去。陶虹再次拒绝，让你也有点恼怒了。我是看孩子可怜，再说了我是乡长，你还能管我吗？叔叔我不疼了，你听妈妈的，不要去。妈妈说了，去县城的那条路晚上有妖怪吃人，我爸爸就是晚上在哪条路被妖怪吃了。小卓抓着你的衣袖摇晃着劝说着，你自然不相信什么妖怪吃人，但也听得出来去县城的那条路晚上不安全。想起白天来时的路况，你大概明白了，晚上视线模糊不清的情况下，路况的坡度以及弯度，一个不小心要么侧翻掉下悬崖，要么撞到山体造成滑石滚落。好，叔叔听你的不去了，那请叔叔去你家玩可以吗？听到你的话，小卓没有第一时间回话，反而看向自己的妈妈陶虹，因为玩这个字在土家沟方言中还有层别的含义。妈妈经常晚上带人回家玩，第二天就会给自己买好吃的。林乡长去我家也可以，就是别当着孩子面。陶虹神色有些复杂，嘀咕一声后便在前面带路了。来到乡卫生所，给小卓简单包扎一下，你们便来到了陶虹家里。3面低矮土墙正中间一座木头搭建的主房屋，看上去摇摇欲坠。屋子里只有砖头垒起来的一张床，一张木头桌子，其余什么都没了。家徒四壁说的就是这种吧？小偷进来都得留下200块用来扶贫。林乡长，我们去隔壁玩吧。陶虹有些怯声的说着，示意你跟他走。我就是来你家看看，没别的意思。你满脸无奈，也听出了陶虹口中的玩是什么意思了。你在乡政府的工资少说也有2500块吧，应该不至于把日子过的。你指指清贫的家里，有些疑惑的询问着。林乡长，你跟我来吧。陶虹没有回应，而是带着你来到偏房。一间小屋，打开门，迎面扑来一股浓厚的药味。床上躺着一个骨瘦如柴的老人，旁边扔着一堆乱七八糟的药瓶子。这是我婆婆，当年跟我老公还有公公从那条路摔下去，我公公跟丈夫当场死亡，婆婆命大捡回1条命，但也半身不遂，大小便失禁，每月的药钱就得1000多。陶虹小声解释着，说完后眼泪也掉了下来。你看得很不是滋味，心里也特别堵得慌。当地的父母官是怎么能看得下去？我的工资虽然是2000多，但到手根本就没有那么多，只有1200。
陶虹关上门后继续说着：“你刚想问为什么，但立马就想通了。按理说乡政府这一级别单位是不设立接待处的，但接待的活总要有人干的，所以在别的部门增加一个岗位，可以多领一份薪水，也就是基层经常用的吃空饷套路。这个岗位工资是2500，找个人过来干活，只给1200多的工资就到领导口袋了，真是该死！”你忍不住怒骂了一句钱松明跟赵建喜，这些年土家沟死在这条路上的人不下百，乡政府年年说修路，年年没动静。前段时间省里有了修路的政策，可大伙看着还是没有修路的迹象。有几个村支书带人去乡里讨要说法，却被赵书记让派出所把人抓进去关了几天。林乡长，我知道你是个好人，我给你跪下磕头了，你就签个字让他们把路修了吧。陶虹说着便在院子里给你跪了下来。你先起来，我今天刚上任，什么情况都还没不清楚呢。再说修路这么大的事，不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的，你头都大了，这不是逼着自己蹲进去吗？里面这些弯弯绕，陶虹不清楚，但你比谁都明白，只要字一签，自己的下场就是牢底坐穿。政策是好的，但落实到基层就是个怀鬼胎了。赵建喜他们要的不是一条好质量的路，要的是省里拨下的专项款。钱乡长跟赵书记都给我说了，只要你签字，这次的路绝对能修。他们要是再敢骗我，我就去县里市里告他们强迫我。只要你签字，他们不敢不修的。林乡长，求求你了！陶虹跪在地上不停地磕头祈求着。你叹口气没说什么。陶虹告得赢吗？怕是只有他自己认为能告得赢吧。给孩子买点吃的，明天我会打电话叫县里的医生过来给孩子打疫苗。你将身上所有的现金大概1000多块掏出来，放在地上转身走了，始终没有回应修路的事。第二天下午，乡党委会议室内，党委书记赵建喜端坐中央，左边钱松明，右边党委副书记，还有农管站、畜牧站、水利站的各大站长，以及你这个唯一的副乡长。陶虹负责给众人添水、收拾烟灰缸，看向你的眼神有那么一些不自然。听县里的同志说，我们林副乡长可是号称酒厂不倒翁，酒量打底2斤呢。从昨天的酒桌上来看，林副乡长是没有把我们当成自己人呢。赵建喜轻笑一声，特意将你的酒量说了出来，言语中有些怪罪的意思。赵书记说的夸张了，没有那么厉害，只是偶尔状态好，多喝一点罢了。昨天我就不在状态，真喝醉了。行了，今天的会议内容不是喝酒，而是讨论省政策的执行。我们土家沟的交通网格有多烂，诸位心里都清楚。现如今省里下了村村通路的政策，我们土家沟得抓住这个机遇，把路网重建一下。我昨天去县里跟马书记汇报，并总结了一下，我们土家沟需要修复的路总共有3条乡道，全是盘山路，需要炸山挖石，10几条村道路况也极差。预计申请专项款资金比较多，大概7000多万。经县委与乡党委共同研究，将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林副乡长负责，也算是给年轻干部一些为人民服务的机会。大家有意见吗？话音刚落，会议室里变得鸦雀无声。显然每个人都清楚让你负责的目的是什么。看来这群人多少都能从专项款里吃到肉，然后让你给所有人去背锅坐牢。私下谈不妥，便在公事上强行逼迫你去签字。在没有任何靠山的情况下，这种事是无解的。你自顾自地点燃一根烟，沉静几秒钟后，仿佛下定了某种决心一样，蹭地站起来，环视众人后，这才慢悠悠地开口道：“既然县委跟乡党委把这么艰巨的任务交给我，我也不能辜负党的栽培，所以我决定辞职不干了。我自认为担当不起这么大的重任，生怕误了县委跟乡委的工作，也怕耽搁了土家沟3万多人口的出行安全，所以我还是辞职的好。这是我的辞职报告，请赵书记给予批准。”你掏出提前准备好的辞职报告，重重地拍在会议桌上。不是你不想为老百姓做事，而是身处这个漩涡中，没了县长支持，你连混吃等死的资格都没有。这些人吭哧一气，摆明了是要你的命。既然这样，那这铁饭碗还抱着他干嘛？不如做个老百姓，保命要紧。谁也没想到你会突然提出辞职。赵建喜的脸色更是无比的铁青你，可是他计划了很久的替罪羊，现在羊要跑路，这怎么能行？你跑了，这羊就是他来当，不行，坚决不行。胡闹！县委跟乡委是认可你的能力，才把这么重的担子交给你。身为党的干部，不想着克服困难迎难而上，一遇挫折就打辞职报告跑路，简直是笑话。这样的干部不要也罢。你辞职也好，我提议同意林峰同志的辞职申请书。在所有人发愣的时候，党委副书记李占奎猛地拍了下桌子，先是将你给批斗一番，然后看着赵建喜提议着，看似是在教训你，实则是为你开脱。赵建喜不傻，自然听得出来李占奎的用意，不爽地瞪了眼李占奎，然后脸色铁青地说道：“干部辞职批复时间为1个月，我会把辞职报告交给县组织部人事科，但辞职归辞职，工作不能耽搁。林副乡长，村村通专项资金申请书还是尽快呈交上来。钱乡长，这件事你负责落实散会。”赵建喜极为不爽地丢下几句话后，拿着你的辞职报告走了。会议室众人也纷纷离去，每个人看向你的眼神中都充满了幸灾乐祸。林乡长、赵书记已经说得很明确了，辞职也是需要时间的，但工作是一刻不能停。明天我要见到你的申请书。钱乡长皮笑肉不笑，拍拍你的肩膀，没好气地提醒着你。没有理会钱松明的阴阳怪气，坐在椅子上有些无奈，正好与刚才在会议上帮自己说话的副书记李占奎对视上。林乡长有没有雅兴？下班陪我喝几杯。昨天你可是醉得太快，一点都不像是酒厂不倒翁啊。李占奎笑着说道，主动对你释放出善意。好啊，李书记给脸我肯定要兜着。你笑着回应一声。看刚才赵建喜对李占奎的态度，两人好像不是一条道的。你是最后一个走出会议室的，刚好碰到涮完拖把的陶虹回来。今天的陶虹换了深白色的裙子，洁白的小腿露在外面一截。小卓的疫苗打了吗？你收回目光，尽量不去看他。很平常的询问了一句，早上县里来人打上了，谢谢你林乡长。陶虹充满感激的回应一声，不见你的视线在自己身上停留过，当即装作没有站稳，倒向你的
的怀里。乡长，今晚我还在宿舍等你好不好？不用，下班后你早点回去。小卓身上还有伤呢。你将陶红扶起来，丢下一句话，后头也不回的走了。下班后，在李占奎的带领下，你坐到了李占奎的院子里。为了接待你，李占奎的家里可以说是高规格接待了，炖了一只当地特色山地鸡，还有一些山上打下来的野兔、野猪肉，满桌子野味，味道一级棒。这是在县城花钱也吃不到的美味。在美食的冲击下，你与李占奎的酒一杯接着一杯，也将下午会议上不开心的事给抛之脑后了。转眼间，1斤装的白酒瓶子空了3个，2人的肚子里各装了1斤半的酒。老弟，你这酒量，老哥只想说一句牛。李占奎的脸已经通红了，额头上也冒出不少汗了，虽然还没醉，但感觉已经上来了。反观你52度的烈酒下去1斤半，仿佛跟没事人一样，依旧面色正常。哈哈，跟老哥喝酒高兴，所以状态不错，酒量也就好了一些。你大笑一声，搂着李占奎的肩膀开始称兄道弟。昨天你在包间装醉是对的，赵建喜跟钱松明那2狗东西胆大包天，什么都敢谈。土家沟进县的那条路上死了不下100人了，好不容易省里有政策给钱修路了，这2挨千刀的还想着怎么捞钱，一点实事不干。老哥我看得着急啊。你摸不清李占奎的用意，没有急着搭话，只是举起酒杯说着，喝酒就不聊那些事了。李占奎与你碰了下酒杯，接着开口道，不聊不行啊，老弟啊，这路现在只有你能修起来，那2狗东西现在拼了命的想要你负责这个事，你既然逃不掉，还不如大大方方的接下来，给老百姓做点实事啊。听到这话的你，当即脸色就变了，放下酒杯，眉宇间有些不高兴了。你没想到李占奎请自己喝酒的目的，也是让自己去负责申请专项款。老哥，你既然知道那2人是一丘之貉，只会捞钱，你还让我负责申请专项款，到时候他俩拿着专项款挥霍一空，我拿什么修路？等省里的验收小组下来，我还有命活吗？老哥，你这是把弟弟往火坑里推啊！看到你不高兴，并且把话说开了。李占奎坐直身子后，盯着你一字一句道：如果这笔专项款到不了乡里，而是留在县里呢？他赵建喜还能把手伸到县财政去捞钱吗？